没想到怡婷会做出这种事。这个狗男女啊，让我愧疚了30年。他让我跟我亲生女儿失去了30年相处的时间，我能不生气吗？现在他还希望我原谅他们，他根本没有想过我的感受。那你没有想过永涵的感受？永涵是个孝顺的孩子，现在才发现养育他30年的父母犯了错。他身为他们的孩子，要维护父母是人之常情。你要生气的对象不应该是永涵。但是永涵30年没有跟他亲爸爸在一起，难道他不生气了吗？还是说，有没有我这个亲爸爸也无所谓？其实我这个爸爸是这介入者。他肯定知道你的委屈，可是永涵夹在他父母中间，你要他怎么做？难道你想看到他和怡婷和现在的继父一刀两断，你就开心了吗？我想永涵也一定很在乎你的感受，所以他不想你为这件事情一直困扰下去。我相信他也希望你放过自己，放下过去。再说，接下来你们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相处，难道你想有一根刺扎在你们之间吗？你说的挺对的。其实我也不想永涵，她嫁在我们上一代的恩怨里面，让她无所适从。最起码我现在可以跟她在一起，我就不求什么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你不是说你要买东西吗？你这个24孝的阿嬷，要给宝贝孙儿制造一个空气清新的环境，对吧？楠楠体质比较敏感，容易流鼻涕，我想买个空气净化器，可能会对他有帮助。嗨，你们好。是的，那如果你们家里的宝宝比较敏感的话，我会推荐你们可以考虑这几款空气净化器。这几款空气净化器拥有双重功能，它能释放活性负离子到空气中，分解漂浮在空气中的臭味以及过敏源，也能够分解病毒还有细菌哦。那还有第二个功能呢？来，就是这个 Streamer 高科技技术，能够分解净化器里面的细菌还有病毒，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使用。哦，那好，我就要这一台。那好啊。老公，等一下再做，准备吃饭啦。哦，婉妮Uncle Lim，马德。，Hello B 3，你放哪里啊？哦，那里就可以了。谢谢你啊。马德，你买 Air Purifier 啊？我本来还想要网上订的。啊，是啊，我觉得楠楠需要，刚好冰叔今天有空陪我去买，还帮我载回来。谢谢。哎，楠楠呢？哦，他喝完奶睡着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反正我们都要吃饭的，留下来一起吃吧。哇，没那么多，还有人要吃的。菜上齐啦。你先喝吧，不用等小山。哎，马上来了。终于帮那个小魔头啊换好尿布了，马德吃。是辛苦你了，老公，还是没有办法搞定他。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军师。是父子连心，你 baby 的时候也是你爸爸帮你换尿布的，你才会乖乖不动，像楠楠一样。马德，baby 的事我怎么记得？不过我还记得啊，小时候每逢周末，爸都会带我去博纳比斯塔的游泳池游泳，然后还会买那边的鸡翅膀给我吃，那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翅膀。可惜现在吃不到了。我也记得以前常常跟你爸一起去游泳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就是那个裤子不见了，被人家偷了，我只能穿游泳裤坐巴士回去。你知道你爸做什么吗？他很够义气啊，他竟然跟我一起只穿泳裤回去。对呀，这件事情还搞到全校都知道，同学们都给了他们取了一个外号叫“泳裤兄弟”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不止这样了，我啊，跟你爸还有个共同的口号，那就是“有福同享，泳裤同穿”。对了，下个星期六有空吗？
什么事？楠楠满月，我们在楼下搞了一个 party，想要请你来。那我再忙也一定会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点的那个甜点可以上吗？谢谢。你的胃口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好啊？点给你的。我真的没有胃口嘞，小姐。小姐，你 order 的甜点。哦，谢谢你。那就算你绝食，你爹地妈咪跟安格琳的关系也不会变好。你不如改改你的心态，再去想想办法啊。吃，想肥死我啊？你又不是没有人要。不公平，要肥啊，就一起肥。哇，哎，你那么会倒口，你以为我是猪啊？你现在知道你是猪啊？你才是猪啊！哇，你这个演技也太烂了吧！才喂你一口就痛成这样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哪里痛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胸口痛的啊？之前没有发生过，有没有看过医生？没有啊，可能刚才吃太多甜的，胃酸过多，胸口才会痛吧。那你以后最好少吃甜的，只能喝 Nutrigate A 还有 B 的饮料，知道吗？哇，你几时变成那么啰嗦的安迪呀？哎，开玩笑。罗小姐，你的 X 光照结果出来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？我出去等你。没关系，他是我好朋友，你说吧。好的。根据 X 光片，你的肺部有阴影，很大的可能是肿瘤，但是不能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。这样吧，我会 refer 你去呼吸内科，尽快做切片检验。哦。我来吧。不用啦，你也很久没有开车啦。开车就像骑脚车，一旦学会了就不会忘记。上车吧，去。哎，要不要郑峰过来陪你啊？都不知道是恶性还是良性，我不想多一个人替我担心。等检验报告出来再做打算吧。先帮我跑了。那这段时间我就当你的 part-time boyfriend。好啊。怎么 start engine 啊？小姐，这是 electric car， 没有 engine 的。哦，OK， 那我们可以走了。给我在哪里啊？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，你照顾我就可以了。下次我自己来开车。你还没回答我，给我在哪里啊？踩 brake。啊，现在真的可以走了。可以了。好快哦！走吧。需要点时间习惯一下。小杰啊，刚才我叫你发给我的 email 还没收到，哦，我现在发给你。尽快啊，客户要了。丁律师，Mr. Kong 来了。Hi Simon。你好，丁律师，这位是 Mr. Sripon， 他昨天刚从泰国飞回来。 Hello Mr. Siripon. Hi,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Please come to my office. Please have a seat. 坐吧。
Simon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 Mr. Siripon 知道爸为什么会把公寓转卖给那个女人。不知道哎，你要吃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太爽了。来，这个我请你喝，喝了就会开心一点。我要上镜，OK？谢谢你啊，Jenny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同学，你好，不用怕。你是谁？没有，我是社工来的。你是一方的同学吗？我就是想问一些关于一方的事情。这是我的卡片。Hing Hing Family Service Center。是这样的，一方的妈妈发现他情绪很不稳定，所以呢，让我来帮他的。你干嘛不直接去找他？我有找过他，但是呢，他好像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。我看到你们好像挺好的，你应该很了解他，你帮个忙吧。他的妈妈非常担心他。你和一方认识了多久啊？我们中三同班就认识了，考完 A Level 后就一起进海南大 IDE Hospitality Operation。听你这么说，你们都想从事那种服务业的行业？是一方要读的，他想当空姐，我不知道要读什么，就跟他一起哦。一方要读的，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？空姐呢要飞来飞去，是不是她不太想留在家里面？是吧？可能是我和一方从小不爱读书，所以爸妈整天唠叨。当然可以离开家是最好的。但我感觉他妈对他挺关心的，应该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。那为什么他还要离开家呢？这是他的隐私，不要问我。其实一方的妈呢，一早就知道他大腿上的疤痕。如果我们不帮他解开心结，他就会继续的伤害自己。你是他的朋友，难道你不想帮他吗？其实，他的心结就是他爸爸。喂，永兰了，我喂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不用再查苏小妹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刚刚才找到江宜芳跟江美兰的一些线索，为什么不查呢？我已经找到证人来推翻遗嘱了。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三门空找到江美兰的泰国好友来证明，江美良说过把公寓转名到苏小妹名下是信托，不是赠送。为什么突然间可以找到这个泰国朋友啊？这个泰国好友刚好来祭拜江美良。三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发现江美良原来在3年前有提过信托公寓的事。那就是说，江美良把公寓信托给苏小梅，是吗？他是为了防止公寓被银行充公。哼，包小三，包得自己破产。3年前，他接到了基隆坡发展商的大生意，负责供应公寓的铁门，他就跟银行贷款买材料。怎知道发展商突然倒闭，拿不到赔偿，材料也转卖不出去。他担心会被银行追讨债务，所以就赶紧把公寓转名到苏小妹名下，这样子银行就动不了公寓。可是他这么做不是犯法的吗？江勉良确实是有非法意图，不过他也很幸运的，刚好接到一笔生意，度过了难关，并没有破产，所以非法意图就没有实现了。可是之后他就没有把那个公寓转回自己的名下。
所以我会用归附信托 （resulting trust） 的理由来向法庭要求苏小妹把公寓归还给 Simon Kong。上诉高吗？我研究了一个类似的案例，在1995年，在英国有一起 Tribe vs Tribe 的案子，父亲把公司股份信托给儿子，后来儿子不愿意归还，当时父亲是用 resulting trust 为依据，把这个公司股份拿回来，所以我有信心可以打赢这场官司。你们只想拿回公寓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苏小梅还有江一帆他们的处境？过去他们遭遇过什么事情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还帮他们说话？因为他们两个是受害者。那个江勉良不只是渣男，而且是个虐待狂。Mr. Kong， 你好，丁律师，这位是我妈。我是丁永涵律师。我妈比较怕生，你别介意。没事，坐吧。你想喝什么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事情，不能够待太久。丁律师啊，你这么着急叫我们来，是不是官司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一定要向苏小妹讨回公寓吗？当然了，为什么这么问？难道我们还缺乏什么证据吗？我们的证据很充足，我有把握拿回公寓。只不过，其实苏小妹和她女儿这么多年来跟江敏良住在一起，过得并不好。你真的很笨嘞，连一餐饭都煮得那么烂，还好意思跟我要家用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走！不要！你最好跟我捡干净一点。要是我踩到碎片了，我就给你好看。你要去哪里？穿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又要到外面跟男人勾三搭四啊？我要去哪里是我的自由，不用你管。回来！你跟我回来！你跟我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你就跟你妈一样啊，水性杨花，穿成这个样子去勾引男人，剪掉你的衣服，看你怎么出去。来！你干嘛？你做不这你会伤害到女儿的。你最好是看好你这个小贱货，如果你还敢这样穿着出去勾引男人的话，你就永远不要回来，贱货！苏小妹和江宜芳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受到江敏良的虐待，他们母女都患上了抑郁症。即使江敏良已经走了，他们还会有 PTSD。江宜芳有时候受不了，甚至会自残。他是真的有病的。是啊，那是他们自找的。为什么他们不报警抓那个男人，告他家暴啊？江宜芳想报警，还拍下了所有证据。可是苏小妹却反对，因为他们需要江敏良的经济支柱，为了让女儿丰衣足食，以后可以继续升学。他甘愿忍受江敏良的虐待。他们最厉害就是装可怜。以前那个女人就是这样抢走我爸，丢下我和我妈自生自灭，我是不可能同情他们的。不是的，你爸真的是个变态啊！房子让给他们，我们不要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些年来，我们能够过得这么安稳，算是幸运了。你爸以前也是这样对我的，要不是苏小妹，我们现在不知道会变得什么样。房子留给他们吧。我还没向苏小妹寄出律师信，现在放弃诉讼还来得及。就按照妈的意思吧。好，丁律师，我可不可以有个要求？
你好，你是江怡芳吗？请问你妈妈在吗？你们是谁？我是江明良的儿子，他说吗？可以跟你们聊聊吗？还有什么好聊的？进来吧。爸，坐。我点了一点东西了，你再喜欢吃什么自己点吧。哦，爸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Simon 框放弃诉讼了。刚才我还跟 Simon 和他妈妈去找苏小妹母女，2个同病相怜的女人，总算是脱离了那个折磨他们大半辈子的男人。希望他们接下来能走出阴影。爸，对不起啊。你不用道歉啊，你没错啊，是我对不起你才对。其实我在想，我跟那个江美良没有两样啊。你妈选择早点脱离我是对的。怎么会一样呢？你都没有虐待我和妈咪。反正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爸爸，也不是个好丈夫。我又喜欢喝酒，又吃不好志气。如果你们留在我身边了，你们会受很多折磨。幸好有丁伯安照顾你们，要是过去你们跟着我，搞不好你们跟那个江勉良的女儿一样，过得不开心。你说的都是假设性，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你的论点。那我来说说真实情况。我确定了，不再让你为难。你又要离开了？你不想原谅妈咪爹地就算了，可是你以为一走了之，我就能当你不存在吗？我不管了，既然你找到我了，你就要对我负责任。笑什么啊？我是想说，我决定放下过去，原谅你妈和丁伯安。你干嘛不早说啊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怎么舍得你难过呀？谢谢你啊，爸。怎么我总觉得你这声爸好像小声了一点吧？物以稀为贵，较多就不珍贵。哦，原来你不想认我，那我走喽。对啊，我就是他爸，她就是我女儿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刚才叫我爸，我听得很舒服哦。如果你能多叫我几声爸，那就太好了。嗯，爸，爸，爸，你可以帮我调酱料吗？我怎么只调酱料？我可以喂你。来，我买了点心，过来吃吧。恭喜你啊，父女团圆，雨过天晴。 Thank you。哇，原来你还有预知能力，还买了我最爱吃的蛋挞给我庆祝啊！有预知能力的是你妈咪爹地，他们买的，刚走不久。哎，想他们就回家吧。我看安哥安弟感觉很憔悴啊。你妈咪脸色很苍白，应该是生病了啊。还有啊，安哥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应该是上次跌倒扭伤了。他们真的很需要你，回家吧。他们骗了我这么多年，
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原谅他们的。我知道你是想留下来照顾我，我 OK 的，回家吧。你的报告过几天就要出来了，我就留到那天才回家。丁律师，不如这样，等报告出来的那一天你再陪我过去。现在你先搬回家住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真的想赖着不走啊？我也是担心你。不如这样，我把你的号码放作我的 emergency number， 有什么事情呢，他会立刻通知你。Deal？ 你就是嫌我碍眼，我还能反对吗？吃你的爱心蛋挞啦，吃你的点心啦。爷，永航回来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又被骗了。没事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回来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回来就好。你肚子饿吗？我去弄一份salad给你吃啊。不用了，我吃饱了。明天我想吃你做的早餐。好的，好的。根据检验的结果，你肺部的肿瘤是属于恶性的，是肺癌的第3期。医生啊，那他能不能动手术切除肿瘤？已经太迟了，肿瘤已经扩散到胸膜，不能切除，现在只能做化疗。是不是做了化疗就会对他的病情有帮助？化疗可以缓解症状，解除他的心理负担。但是结果如何，要看个人的体质才可以判断。那他需要做多少次的化疗？我还剩多长时间？这个要看你的体质和抵抗力。最坏的情况，可能几个月。恩琪啊，不如我们去别的医院找其他医生，为你做多一次检查。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把你医好的。我查过了，我的姑是新加坡数1数2的肿瘤科医生。那我就去国外找更有权威的医生。那如果治不好呢？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国外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你就不能放弃。我没有要放弃治疗。我只是想趁我还有力气的时候，
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你想做什么？我陪你。我还没有想到，不急，慢慢想。总之，你想做什么，我一定会陪你的。我想上厕所，你等我。我知道，现在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道歉，都没有办法弥补你失去的一切。你知道就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两个不配被原谅。你现在可以打我骂我，因为我是罪有应得。一定没错，错的是我，我不应该介入你们的家庭。你有什么不满，要打要骂就冲着我来好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你，但是我才没那么笨，打人要坐牢的。你要给我弥补吗？你就让我们一家团圆了。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明白我解释给你听啊。那就是说，你把你老婆还有我女儿还给我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们开玩笑而已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自由自在一个人了，我才不要什么黄脸婆在我身边管着我。哎，你说谁是黄脸婆啊？我说你没问题啊，他说你才有问题啊，你敢不敢说他？哦。其实讲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应该给我女儿，还有一定你们一个安稳的家。但是，在过去那些日子，我让你们受委屈了，是我亲手破坏了这个家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现在把话说出来，我感觉舒服多了，我感觉整个人都活下来了。我也希望你们两位不要再把过去的事耿耿于怀，我们一起放下好吗？对了，这件东西你必须收下。这什么啊？不要告诉我这是银行户口的号码跟密码吧？里面呢是永涵的成长过程，有他这30年的照片还有视频，他每年都在变化。第一次上幼儿园，第一次交男朋友。非常谢谢你们，这个确实对我非常重要。谢谢。
6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你先回去吧，我没这么快。那舒妍阿姨孙子的满月呢？我们约几点啊？我们是不是要去买一些东西？你做决定好吗？你在帮恩琪的病找资料？可是查来查去，还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，我都不懂要怎么帮他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无助。之前我哥患癌症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。可是你一定要记住一点，什么？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表现得太难过。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陪着他，这样他才能乐观的面对自己的病。这样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以你对恩琪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希望你把他当病人，还是以往的好朋友？谢谢你啊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Wendy， 真的是你啊！我好想念你啊！这么多年你还坐在这里啊？哦，我还真的怕来这里找不到你哎，我太开心了啦！你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走，一起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锁一下我的脚车啊。哦，OK。我帮你。不用不用，谢谢。good。这位。爸，阿姨。哎，你们来了。杨格林，这个是买给楠楠的，哎呀，祝他健康长大。哎，谢谢你们，太客气了。哎，那边有很多食物，你们赶快去拿啊！好啊，不要客气，多吃一点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，总算雨过天晴了。我也恭喜你啊，你也苦尽甘来啊。你知道吗？楠楠出事的时候，跟小山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啊，整个脸型都一样，胖嘟嘟的哦。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开心。你们聊什么啊？聊得这么开心？我们在聊啊，怎么可以养儿防老？楠楠才1个月大，你就在他耳边说这种话，给他压力。放心啦，不会的，我会跟楠楠一起孝顺马德的啊。我爸死得早，小的时候都是马德一个人照顾我。这本来就是妈应该做的。马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一直照顾你，还会一直念你。你呀，学一下 B 3吧，这么孝顺妈妈，不要老是跟你老爸顶嘴。那你要像阿姨一样啊，对孩子好才行。哎，对了，还没有跟你们介绍哦，不用了，刚才我们拿食物的时候已经认识了。谢谢你们来。喂，除了你们，不要忘记你还有个老婆。我当然没有忘记我的老婆，还有我的楠楠，我会把最好的给他们啊。哎，这美女是谁呀？没介绍。忘记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姐婉婷。Hello， 我今天特地从外国回来庆祝楠楠满月的。哇，想不到楠楠的面子挺大的啊。原本呢还以为在酒店摆，可是新加坡的消费是不是很高啊？为什么连孩子1生1次的满月都要重检呢？啊，明白啊，美女在鼓励我们呢，一定要努力工作，给家人最美好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大家跟楠楠拍张照吧。哎，拍照拍照。好，一起拍照。要喝什么？都可以，谢谢老公。
妮妮啊，没有冰块了，我去买。哦，好，那你小心开去开回。你照顾 baby。嗯。好的，我去便利商店买冰块。不要吃太甜。知道了。OK 啊，拜拜。还是像小孩一样当爸爸了都。结果还是走掉。冰叔，你们吃多一点，我去买一点东西。好，当我见。可以。哎，你们想都想不到，真的哦。谢谢。哇，这么多，太多了！哎呦，哇，还有，太多了。多吃一点，太客气了。食物剩啊，年轻人可以多吃一点。对，年轻人多吃点。多吃点。哎，你知道今天最开心是谁吗？这是苏云阿姨啊，她呢下来的日子就是每天弄孙为乐，享受清福。你很快跟我一样。哎呀，他们才刚刚在一起啊，不可能的。哎呀，很难说嘛，年轻人热恋的时候。你还别说嘞，情到浓时，很容易就搞出生命啊！你敢？我看呢，明年你就可以抱孙子了。明年还可以。没事，我去看看。喂，救命啊！这里有严重交通意外，快！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过去，你跟我说，不敢，不能，不能，